大家好，我是大伟。饭后晃10下胜过千步走。道家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法，叫做晃功。晃功这个动作呢，也是我师傅每天吃完饭以后都会去练习的一个动作。晃功看起来很简单，懒懒散散，但是实则呢，你做起来以后就能发现你的全身上下都在用力。所以呢，很多人说百练不如一抖，百抖不如一晃，也是这么来的。今天呢，我会把晃功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没事的时候就这么去晃悠几圈，你会发现自己身体上面就通了，很多原来堵着的地方晃着晃着就会发热。好了，话也不多说，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道家的晃功呢，其实分为小晃法和大晃法。那么咱们先学习小晃法，作为一种热身腹部收紧。你看腹部收紧了以后，双腿分开，一定要比我们的肩膀要宽。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整个骨盆转动起来，像什么？像开始转呼啦圈一样的感觉。双手捧着腹，就这么去转。转的时候，你的整个腹部一定要收紧。特别是我们转到往前顶的时候，你别把腰给顶出去，你这么一顶出去麻烦了这个时候受力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腹部收紧，你看去转，怎么去转，你的骨盆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中立位不要给它乱偏移。这个就是一个功，练的是哪里？练的是我们的腹部。所以你转着转着，这个地方会越转越紧，你的腹部会越来越有力量。这个时候，同时呢，也能把我们的胯给转开腿脚的根在于胯嘛，胯转开，胯转开以后，慢慢的我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把手抱着一个桶，像抱着一个圆缸一样，整个人开始慢慢的晃起来。先转我们的小晃，慢慢的变成我们的大晃法，就是这样整个人你看朝后，慢慢的去晃，顺时针，逆时针。很多朋友说，大伟，你这个动作晃起来以后就感觉懒懒散散的，有难吗？难不难？你们自己做一做就知道了，难不难？为什么讲这个动作你做着能锻炼全身呢？首先你看我们人在往前这么一瞬间，为什么能往前？因为你的脚趾要有劲脚趾有劲，抠着地你在往前的时候都是脚趾发力的，后腿、大腿摸一摸，它都在发力。然后我们在这样晃过来的时候，腿都在发力，再这么去晃往后的时候，这个时候注意一点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后面是靠着一堵墙，你背后不远处要有一堵墙，以防什么呢？你往后没晃好，对不对？这时候你要有一堵墙，这么一靠就顶着你的，就不容易摔倒，对不对？安全放在第一位。然后慢慢的我们掌握好就开始晃，慢慢去晃。顺时针你晃一个5下10下逆时针再晃一个5下10下，慢慢晃着晃着，你会发现身上越晃就越热。为什么？你把手放到两边，你就知道答案了你在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的腿上肌肉腹部肌肉都在一直在发力，而这些肌肉都是你平常练不到的地方。就这么去来回的晃，顺时针10下，逆时针10下，晃到身上开始发热了，这个时候晃功就练好了。每天饭后30分钟，你去晃一晃，晃完以后你看全身都轻松。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也建议大家可以在早上起来饭后的时候练一练，这样去练的话更好，能让小太阳往上升一升。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小晃功呢用来灵活作为一个热身；大晃功呢作为一个练习。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视频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谢大家。饭后散步10分钟，不如道家晃功3分钟。晃功是什么？它是来自于道家的一种传统的锻炼方法非常的温和。我知道很多朋友吃完饭以后，有些朋友会感觉肚子胀胀的，里面有一些小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晃功稍微练一练，你会发现晃着晃着，慢慢的这个气就沉下去了。而且很多朋友做完了以后，不是上面就是打嗝，就是下面出气非常的舒服把我们体内的浊不干净的气都排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来把这个晃功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感觉棒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方便日后观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个晃功的锻炼方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大家从侧面看双腿分开，身体微微下沉，然后我们身体向前倾，左右你看向后这么进行一个晃动。
很多朋友会说啊，大伟，你这样晃的有什么用呢？其实非常简单，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把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腿部，然后你会发现，随着你重心的偏移，朝前朝后，它会不断的调动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发力，你感受一下，往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脚趾在抠着地，然后呢，为了让你的身体不往前继续倾倒你的脚趾在抠着地。然后呢，往左往右的时候，你的腹部是在发力的，同时你的大腿也在支撑着。在往后的时候，腹部和腿部都有支撑力。然后我们就这样晃，顺时针我们去晃上一个10圈到20圈，晃着晃着，你身上就开始热了，出汗了。有些朋友晃着晃着，这个腿上的肌肉就开始酸了，脚趾开始酸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晃的时候，其实这些地方平常我们调动不了的地方，都会在逐渐发力。有些朋友去问大伟，那我这个晃功我自己可能年龄有些大，我做的不好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去做的时候，腿微微分开，微微下沉，然后呢，慢慢的小幅度的先晃。可以把手怎么样呢？不用去抱你看就放在我们的腹部，先感受一下我们腹部的变化。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角度当中，你的肌肉会不断的发力我们就这样晃，然后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锻炼的时间的增长，你的整个核心的力量包括你的状态会变得更好，晃动的幅度会怎么样？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手可以抱架。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练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也感受到这个晃功的一个帮助。我们慢慢的手抱架，然后去感受，整个人就晃起来慢慢的晃，不要快。顺时针晃上一个10下，然后我们逆时针开始一定要做到平衡，顺时针和逆时针都要去做。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你平常关注不到的一些小肌肉，在你晃着晃着，它慢慢就酸起来了，慢慢就跳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道家的晃功，非常稳的一个锻炼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在饭后的时候去做，也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晃功自然而然的练一练。好了，今天的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我是大伟，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百练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很少有人会的晃功。这个晃功呢，咱们也被称之为老人功，或者称之为脾胃功。一般把它安排在晚饭以后30分钟以后去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消化，或者呢，把它安排在早上起床以后练完以后去吃饭，它能够很好的怎么样，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身体当中的精华，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晃功呢还能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腿脚腰腹，所以也被称之为一个老人练的老人功，越练身体越强壮。所以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功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感觉好怎么样，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就能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呢，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练一遍。好了，现在我来讲这个晃功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练习晃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个古人定的规矩叫做背不离墙，背后一定要有一堵墙。这样的话，你在晃的时候，万一没晃好，背后靠着墙，人他就能保证一个什么呢？安全。好，第二点呢，我们要去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所有朋友，你看一下我的脚和我的肩膀同宽，从侧面看一下，能感受到。来，我身体往前倾，看到没有？身体往前倾，倾到一个你最大的角度。来，侧面看一下，身体往前倾到你最大的角度。此时你的所有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脚尖，你能感觉到五指抠地的感觉。好，在这个角度之下，我们来进行一个什么呢？左右摇晃，从左晃到右再从右晃到左，就这样，先晃回来，先找一下这个晃的感觉。那么在找这个晃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说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在晃的时候，双手放在我们的腿部。我之前给大家讲说这个晃功能锻炼到我们的腿脚，很多人他还感觉不相信，对不对？你现在把手放在我们的腿部，就像这样摸着，来晃一下，感受一下腿部肌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当你晃的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会自然而然的收紧。
所以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腹部呢也要向内稍微收一点，然后你随着越晃越大，哎，你的肚子啊就开始向内收了啊，它是一种本能的收紧。好，然后找到了这种晃的感觉以后，我们开始正式的开始练习。双腿啊比我们之前要再分开啊，比我们的肩膀略微宽一些。膝盖要保证在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略微有一些弯。注意看啊，我的膝盖是略微有一些弯的啊，不要完全的绷直，略微有一些弯，也不要弯的很多啊，略微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在这样的角度之下，我们进行一个晃动，从前开始往后晃。很多朋友说，大伟，你这个后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你看人往后的时候，腹部收紧，手往前，形成一个什么平衡？所以在晃的时候，你的手啊会不自觉的啊去动起来啊。来侧面看一下啊，每天就这样，把我们的腹部收紧，然后呢往后靠一靠。为什么古人说啊背要靠墙？就是这个原理。你在晃的时候呢，其实你感觉啊这个动作可能做起来非常的轻松，但是你跟着我一样啊，把我们的腹部收紧，每天就这样晃上一个5遍到10遍啊。不要很快，就慢慢的这样去晃，啊，从前到后，刚开始不要追求什么，你的一个晃动幅度需要多大啊？你一定要在动作标准的情况下，腿不要弯，不要动，哎，慢慢的去做。当你慢慢的做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幅度适当的进行增加。啊，慢慢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腿脚腰腹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同时呢，你在饭后饭前啊，早上饭前，晚上饭后去把这个动作练习练习，也是非常的好。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学会了以后，平常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跟着我一起啊，慢慢的练，注意前期的感觉。当你掌握到这个感觉以后，慢慢的就可以自己独自练习了。好了，今天教学的内容啊比较详细，希望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啊点一个赞，你的一个赞会让更多人看到，无形之中也做了一件好事。我是大伟，感谢您的观看。在别人那里呢，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啊，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说白了就是皮肤变得松垮垮的。特别是很多女性啊，到了40岁以后啊，她就会出现什么呢？腋下容易堆积很多的赘肉，咱们俗称啊叫做白肉。那么有了这个白肉啊，不仅仅啊是穿短袖啊，别人看起来会影响美观，同时呢，这个白肉啊还会影响到我们气血啊往手臂上进行一个通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腋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里面穿插着很多的神经以及我们的血管。当你这里啊出现大量赘肉堆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手臂这样一夹，对吧？这个赘肉啊就会阻滞我们血管的一个气血通行。所以这个减少这个手臂的白肉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手臂变得更好看、更轻松，甚至啊让我们的手臂啊变得更好啊，不会再出现这种四肢常年怕冷啊，甚至手麻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怎么去减去这个难缠的白肉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每天去坚持5分钟啊，你就去做一个月，慢慢的这个手臂啊就一天比一天细。怎么去做呢？大家来看。那么首先这个动作呢，就是要把双手打开。打开的时候啊，要求我们把我们的五指啊给张开。张开以后啊，手臂伸直，然后来回的啊进行一个晃动。大家可以看，在晃动的时候啊，咱们手下的白肉啊就来回的抖动。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晃动，为什么呢？在晃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啊可以促进咱们局部的一个代谢，让脂肪啊更容易被代谢出体外。第二个呢，在晃动的时候啊，可以很有效的促进我们手臂的整体的一个血液循环啊，对于我们的手臂的塑形啊也非常的好。那么全程的过程啊，给大家做一下啊，就是手臂伸直，来回的晃。频率啊要快一些啊，尽可能啊达到你最快的速度啊。晃完了以后呢，咱们数啊，大概在30秒到40秒左右啊。你晃完以后啊，这个整个手臂啊会非常的酸。然后我们再举过头顶啊，举过头顶啊，也来回的晃啊晃。这个速度啊因人而异，有的人啊可以非常的快，有的人呢他这个速度啊晃它就下来了，没有关系。我们头顶啊也是坚持一个20秒到30秒左右，最后呢就是在我们的下方啊来回的晃啊。把这3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啊，这个手臂啊会非常的酸啊。你只要去坚持去做，每天去做一会儿，然后慢慢的1周以后啊，1个月以后啊，你会发现这个手臂啊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哈。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比较好的视频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
中医当中有一个非常滋补肾气的功法，叫做晃海功。那么这个晃海功啊，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肾气，还可以帮助我们拉开周身的经络，促进气血的一个循环，让气血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运行的更畅快。那么说通俗一点，比如说你腰背不好的人，经常啊感觉后背啊这个寒气啊嗖嗖的往外冒，同时啊这个腰背处啊经常是处于这种僵紧的人，久坐不爱动的这么一类人，你去练练这个晃海功，练完以后啊，你这个额头啊就会微微出汗，后背啊会感觉热乎乎的啊，整个腰背肩颈啊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整个人啊身体都会很轻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晃海功怎么去做。首先这个晃海功啊有个准备是什么呢？叫做小晃海。小晃海就是说我们先把我们的筋啊给拉开来啊，我们手啊可以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微微的啊往一边去倒。这个往一边倒啊，它有一个小技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横向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不可以往后偏后倒，我也不可以往偏前倒，我们必须啊在一个侧面啊去倒下来啊。倒下来的时候，注意你的这个整个屁股啊一定要感觉两个屁股啊坐实了板凳，千万你别一倒这个腿啊就抬起来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啊。那我们倒的时候屁股坐实了板凳，感觉到极限了，腰部这边有个筋扯着，咱们就不动了，保持一会儿，回正啊，再来往另一侧，再回，再往左，好，往右，我们左右算一下。做完10下以后，开始练习晃海功。这个晃海功啊，这个手势啊就要往后放了，贴近我们的腰部，双手抵住腰部。你看我手往腰部一顶，我整个胸啊就会挺起来了啊。把胸挺起来以后，保持这个胸的一个直立，在直立的状态下，我们进行晃动啊，就是想象啊，你是在画一个圆圈啊，画过来。好，这是最基础的。一会儿啊。大伟还要教大家呼吸，为什么呢？你只有配合着呼吸这样去练，你才可以把你的腰背上的这个经络给真正的疏通开来。这个呼吸怎么做呢？我们把基本动作做好，然后看好，在这儿画半圆的时候，咱们来吐气，吐，好，吐完以后到这儿快回去了，吸气，吸，再吐，吐气，然后吸气。吐气，吸气。那么顺时针做完了以后，逆时针也是一样的。你看，吐气，然后吸气，吐气，吸气。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因为我们双手是贴近腰部的，所以你在做这个半圆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手下的这个筋啊、肌肉啊，在手下在滑动啊，会有变硬变软、变硬变软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啊，其实就是在给你的这个肌肉啊做了一个伸展、放松、伸展、放松这么一个过程。它可以很好的激活我们身体深层的一些肌肉，同时拉开我们的经络啊，让我们的后背啊变得更好、更健康。那么在这么旋转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身体的气血啊也会随着你的旋转而旋转。我们顺时针做一个，逆时针做一个，算1下啊。我们每天去晃一个15下到20下。那么你的这个做完以后啊，身体应该是处于微微冒汗的。同时注意这个频率啊不可过快啊，这个就属于过快的频率啊。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腰背持续挺直，慢慢的做，吐气，慢慢。然后回，好，再来第二个，然后绕完15圈以后，反过来再绕15圈啊，做完以后，身体会非常的舒服。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没事练一练，对于身体非常的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群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康和长寿。那么健康和长寿有没有什么法宝呢？肯定是有的啊。想要健康和长寿，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说要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那么现在科学研究如果说我们经常保持一个非常开心的这样的心情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一些事物的话，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健康。相反的呢，如果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发一些无名火经常看到一些事不顺眼就内心里面和自己斗气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发生一些紊乱的一些问题，同时身体还会分泌一些有毒危害的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一种激素。所以说
保持笑口常开啊，就是我们健康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饮食。饮食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特别是中老年人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想要健康，这个嘴巴上面啊就要做到啊，尽量去吃清淡的食物啊，不要去吃过甜啊、过咸的一些食物。同时呢，尽量不要去多抽烟，或者我们尽量不要去酗酒。啊，这个多喝酒啊，多抽烟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危害比较大的一样人群。如果你身边有人这个抽烟比较多，喝酒啊也没有节制，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抽烟和喝酒都是引发一些中老年人群这种一些心血管问题的一种比较大的一种罪魁祸首。好，第三个呢，就是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保健这种锻炼方法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为什么要咬紧牙关呢？因为这样去做的话，可以去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一个牙口激活我们的一个让我们的唾液分泌提高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好，牙齿咬紧了以后，要用我们的舌头抵住我们的上颚舌头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上颚，我们的舌头就要往上去顶它。为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有说法了在中医里面叫做搭鹊桥我们咬紧牙关，抵住我们的上颚，然后呢，大家注意我们把手握拳站直了以后，把手握拳，咬牙抵住上颚，做好了以后，吸气踮脚吸气踮脚，然后呢，下放的时候松下放的时候松，做个完整的握拳抵住上颚，然后呢，吸气踮脚，然后全身要有一种绷紧的感觉绷紧的感觉，然后松，再来吸气踮脚松，随着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身体下落松然后我们再来松，再来松。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在上去的时候，我的手握拳要握紧，然后呢咬牙，舌顶上颚，然后下来的时候就全身放松。那么这样去练呢，它可以去促导我们气的一个循环，同时帮助我们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血液的一些流动刺激我们整个代谢。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呢，咱们每天做一个20下，中老年人群一定要谨记笑口常开饮食控制吃一些清淡的食物，同时这个动作每天去练一练。就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和长寿。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把视频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